身为一位热爱风景摄影的业余风景摄影师，从我刚开始踏入风景摄影至今，已经过了不少年。而沉浸在风景摄影的这些日子里，我早已有了一套自己对于拍摄主题的习惯和喜好。要说是我的摄影舒适圈也不为过。但是当时间来到了2024年，这一切却发生了一点改变。因为我在摄影的同时，也开始尝试以风景摄影的过程为主题来拍摄影片。而为了要满足定期更新影片的需求，我必须比以往更频繁的外出摄影。但如此高的拍摄频率，也让我开始难以保证每次的拍摄主题和环境都是我所熟悉的。换句话说，我的舒适圈正在松动。就在不久前，强台山头刚蹂躏过整个台湾，使得我最喜欢的拍摄主题之一山川变得危险又破碎。但为了能如期完成这部影片，我仍必须外出尝试摄影。这让我又一次必须踏出舒适圈，做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尝试。所以我绞尽脑汁想出了这次的拍摄主题：寻找平地的风景。我所谓的在平地寻找风景，其实指的并不是说，我平常不会在平地拍照，我指的是就是在一些比较稀松平常，比如说郊区，比如说田野呀，或者是郊区一些绿地啊，这些地方去找一些我平常不会去注意的风景。那这些地方其实也是我刚开始接触摄影，我刚开始喜欢上摄影的时候，很常去拍摄的一些题材。只是随着时间，就是随着我接触摄影的时间越来越长，我渐渐的我的兴趣是比较转向于就是拍摄大自然的风景。今天我就打算来回味一下当年看到这些景色的感动。那话说回来，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我大学时期发现的一个可以去拍摄到整条高屏溪的一个小山丘。我觉得把这个位置当作是今天的开场是再适合不过了。但是可以看到现在太阳其实已经升起来，已经升得很高了。那是因为我刚刚其实拍这一段影片，前面那一段影片我其实拍了很久，我一直 NG， 一直重来，所以花了很多时间。但是没关系，因为呢，我刚开始拍摄之前呢，我就已经先拍了几幅我觉得已经蛮满意的高屏溪的成景，所以大家还是可以看得到里面的美景哦。那么废话不多说，我就赶快开始今天的行程啦。说实在，我在这一片田地纠结非常久，因为我原本其实是想要拍摄我的背后那一片黑板树的，就是行道树，它们很笔直的这个姿态，很笔直排列的这个姿态，这个图形，就是有吸引到我。但是我必须说，今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晴朗，然后阳光现在的角度也已经非常高了，所以照下来的阳光是非常笔直，然后非常强烈生硬的照在所有的景物上面。那现在是有一片云把太阳给遮住了，所以我现在是在阴影里面。但是在刚刚，其实不久之前，这边都还是就是艳阳高照。那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其实我很难去从旁边的那一片就是树林里面去找到一个我比较觉得比较 OK， 我很难从里面去理出一个构图啦。所以我其实纠结很久，一直到我刚刚才发现，其实我的左边就有一片蛮有趣的景色。
在我面前的是一片应该是休耕的田地。那这片田地呢，之所以吸引到我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土壤，就是这片田地的土壤，从我的面前一直延伸到后面，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是因为土壤的里面的杂质不同，或是上面原本种的植物的不同，所以它上面有很多不同颜色渐层的变化。从我最前面就是可能有点青苔绿绿的，然后到后面一点比较土黄色，然后到再更后面一点还有粉红色，然后那个锈色，然后再到最远的地方是土黄色的颜色。那这个颜色的渐层吸引到我的注意力，尤其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很平板的阳光，然后四周的景物比较无聊的情况下面，这个景色确实吸引到了我的目光。这张相片比较让我在意的地方，其实是远处的，就是田地尽头的往事，白色的往事。我会觉得那个往事有点破坏了我心目中完美的构图。但是我所谓的在平地，就是在像这样的郊区、这样的田地拍照，其实就是会这样子。因为呢，景物会很多，会有很多人造建筑，这时候只能去想怎么去把它避开。那现在我用的策略呢，就是我尽量让我的焦段虽然是比较长的焦段，但也不要太长，去尽量让那个往事的大小在画面占比占小一点。我当然不认为这样做就有办法去拯救这张相片，但是这已经是我目前在这个情况下所能想到的最佳解了。那么 ISO 50 F11 快门1/30秒。我可能要拍摄3张相片，再回家去就是合成这张相片的景深。第一张对焦在画面的最近处，第二张对焦在农田中景，第三张对焦在远处的树林。就这样了，去找下一个点。我才离开刚刚那一幢农田，往后没有走太久，立刻就看到另外一个让我觉得也非常有趣的景象。我的前面是一片应该是积水的农地，积水的耕地。那这块耕地呢，大概积了有大概到我的鞋子大概鞋高那么深的水。那有趣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个积水的农地上面其实有很多可能是在下雨之前就长出来的草的草根，因为台风嘛。台风过后，那个雨水把它那边填满，然后就变得这些草就被淹在下面，然后露出一只小小根的草根。那这些草根呢，在镜头里面看起来就会显得很抽象，有很多很特别的图形，尤其像是有一些折弯折下来的那种草根，就会产生一些比如说菱形啊，或是一些三角形啊之类很抽象的一些几何的图案。那这边积水比较靠近前面一点位置，是反射了就是天空有很强烈的明暗的对比。那再往后面，就是画面往更后面一点看过去呢，是黑板树的倒影。那这些比较后面的，在倒影里面的草根，跟前面的这些就是看起来很抽象的草根，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让我觉得非常有趣，让我很想要去拍摄的一个景象。为了要去拍摄到比较理想的画面，我现在面对一个比较尴尬的事情是，那个黑板树，它的距离其实距离我比较远的，所以这就导致了它的倒影的长度其实不是非常的长，在我的这个视角看过去的长度其实不是非常的长。虽然我已经尽量去压低我的相机的角度了，但是它就是能在我的镜头里面去占的占比还是相对比较少，所以我必须要尽量去把我的相机的焦距拉长，基本上我已经快要拉到极限了。那这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即便我把我的光圈缩得很小，景深还是会非常的浅，所以我就必须要去拍摄比较多幅的照片，来去回家去做景深的合成。但这也不是唯一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样的前景深，我其实没有办法在同一个画面中很清楚的去理解到就是前后景之间图像的关系，因为每一个我必须要拍摄很多幅不同景深的照片，所以我没办法从一幅相片里面就去看到这个
景色它所有的元素该有的样子，因为有些可能会是因为不同景深，有些可能会是糊掉的状态，我就没办法很清楚的去判断我的构图，所以我其实在这边调了很多的角度。天知道，希望我不要回去合成了之后才发现我的构图其实是一团乱。结果这张相片确实不太成功。极浅的景深使得我即使使用了5张相片叠焦，仍不足以还原所有景深。而凸起的草根横跨了多个焦点平面，加上风吹的影响，使得叠焦困难重重。不过撇除这些缺点，我确实很喜欢这张相片里一只只枯草形成的几何抽象感。这的确是在平凡的景色里寻找特别的风景。我现在身后的是一片很明显是被山陀的台风摧残过后的小叶榄仁的树林。那这一片树林呢，它里面有非常多的就是像我旁边这些倒下来的枝干，全部都落在地上。那其实我原本并不是想要拍摄这些小叶榄仁，也没有想要拍摄这些枝干。我原本其实是被它的旁边这一片很大片的一块也是休耕的农田给吸引住，因为它这个农田上面有几棵在沟渠之中长出来的几棵树。然后跟电线杆就是呈垂直，然后这样子分布。原本我是对这个比较感兴趣，所以我原本是打算要拍摄那几棵树，但是结果我尝试了几个角度之后，我都觉得其实不太理想，所以我就走到了这个树林这边，想说再来树林里面来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其他可以让我拍摄的景色。那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很特别一点是，因为我身后的这一排小叶榄仁，它很明显的就是人工种植的，所以其实。它就是很笔直的一整排种植到画面的尽头去吧，那这就会带来一个有点像是隧道一样的效果，让我的画面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绿色隧道一样。在我面前的这个倒木大概可以分为2个部分，一个是比较靠近我的镜头，被我放在我的画面当作是前景的一个横躺的倒木。那更后面一点中景就是我的画面当作是它的中心点的另外一棵倒木，它是侧躺，应该说斜45度角倒下来的。那这2团倒木跟小叶榄仁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很有趣，因为它比较靠近我的，被我当作是前景的这个倒木，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它的枝干正好就是它有一个分支，刚好是从比较靠近我的画面边缘的地方窜出来，在视觉上有点像是往内去回旋。那它的尾端呢，又正巧是往外去升起来的，我有点难去形容。但总之，这个前面的倒木跟比较后面的小叶榄仁，就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形成了一个有点像是漩涡一样的视觉效果。那要拍摄这个景呢，我一样选用了长焦镜来去进行拍摄，然后前面装了一块偏光镜，来去提升我的画面的饱和度。我选择了使用 f5.6 来去拍摄这个景，因为我并不打算要让这个画面就是维持所有的景色都是清晰的。我希望去透过就是前景的模糊，能够让后面这一棵倒下来的树可以就是显得更明显一点。ISO 200 f5.6， 快门1/100秒。垂倒的枝干，小叶榄仁上精致点缀的细叶，这算是张在平淡景色里找到的好相片吗？或许是，但我不得不承认，在这趟拍摄行程里，我确实寻找理想景色寻找得非常辛苦。没有壮丽的山和海，
这天的风景摄影对我而言，就像是在桌巾上寻找长得好看的咖啡渍。尽管我认真地搜寻着每一幅可能的风景，仍然得费尽全力才能找到一处值得拍摄的角落。不过有趣的是，角落正是我这趟旅程中最大的收获来源之一。尽管我在镜头里没有提到，但事实上我在这趟拍摄行程中寻找风景的方法与身在山野中并没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在景色里寻找图形与色彩。虽然我并非置身在史诗般的美景中，但田野上的积水、湖旁行道树的绿意，平淡的景色里总会有些特别的景象藏在不起眼的角落里。试图在平淡的景色中独立出吸引人的元素，不仅是我这天的拍摄核心，也是我这些年的风景摄影旅程里学习到的最重要的技巧。风景总是在，只是该如何去找到它。我想用这句话作为这部影片的结尾，是再适合不过了。虽然今天的成果不算丰硕，但对我而言仍然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练习与尝试。因为不会永远身在最完美的风景中，所以当面对无趣的景色、糟糕的光线，我想我依然会继续试着寻找景色里那处最有趣的角落。